中国股市今年6月中旬发生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波动。7月，证监会密集出台4份公告，维持股市稳定，但资本市场却依旧火热，围绕以房养老、企业内部集资、影视剧众筹等业态的民间投融资行为仍十分活跃。有关专家提醒，投资行为永远是机遇与风险并存，老百姓要管好自己的钱袋子，拒绝高利诱惑，防范金融诈骗。你看看我们这个保险产品，新的，哎呀，太贵了，太来了，这上面的条款都是非常清楚放的。你看看，对，就这个，只要您买了，不管说你用话怎么这么说的，养老好太靠谱，房养老更靠谱。你们把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呢拿到我们公司来，将来每年我们公司都会返还给您4%到6%的利息。以房养老服务呢是有国家红头文件的惠民服务。假如说现在你们手上有一套价值150万的住房，就这么办，我不给资产，你把这房子把我公司里放，你每个月还能挣钱。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！你看看，相当于你投进100块钱，回报200块，非常高的。这投资投的是咱们自己的，不仅能有更好的晚年生活，还不给子女添麻烦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新联会，这不是约好今天做访谈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坐。是不是林慧姐有事情在忙啊？没关系的，我刚才还想去您办公室打个招呼呢，我又怕打扰您。嗨，我不忙。哎呀，你说这个谢林慧啊，我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说今天的访谈很重要。白露姐，您的咖啡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社长您也在啊？您喝咖啡吗？晶晶啊，看看这都几点了？谢林慧呢？难道你没有告诉他今天30周年健康宣传访谈很重要吗？人呢？我通知了社长，这不临时采访出了点状况嘛。慧姐，主编说他去解决。你说一个主编啊，底下那么多的兵，有什么重要的采访非要他亲自上？听说了吗？野外那人可不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民间人士的消息啊，好像说上头要用他替了咱们主编。就他，一个主持人做咱主编？不是吧？他才多大呀？他有什么资历啊？咱们中商浪潮怎么说也算是国内数1数2的财经杂志吧？活着才是硬道理，要不然以咱们主编这么强的业务能力，谁能干掉他？今天明明是你来过来帮我们忙，你看反而把你晾这儿了，别介意啊。李社，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咱们是一个集团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再说，咱马上不就要成为一家人了吗？高总跟你提起来。其实我有点担心，我怕自己扛不起来这个担子。李社，您是领导，又是我的前辈，到时候您一定要多教教我。姑娘，你这是？我是来应聘的，您是？业务经理。哦，孙经理，这是我简历。这是你啊？这是我年轻时候照片。谁介绍你来的？惠凯栋栋哥。栋哥介绍来。那就别说别的了，我就直接给你介绍吧。哎，好不好？哎。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了是吧？嗯。我们这个鼎峰国际啊是个大公司，国家直接授权，有资质，有执照。我们现在主打的是这个养老的新项目。哦。老年人把这个房产抵押给我们公司，我们就会按照年化4%到6%，每年给他返这个养老金。而且在抵押过程当中，甭管是自住也好，出租也好，完全不受影响。哦，这么好呢？你以前是？那个，我以前是卖保健品的。你要是做这个，比起来你卖保健品，
一成和高太太。我这么说吧，你把老年人哄高兴了，把这个协议一签，1年下来，我不多说啊，1辆车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而且，哇，你可以告诉所有人，我们还有退出机制，就如果你觉得不合适，在抵押期间，你说收回来，随时收回来。还可以这样？哦。所以整个我们这个系统非常非常的完整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怎么和老同志？孙经理，你那客户谈下来了，你去签一下。来看一下，现场教学。哎啊，签完了。哎。李老师。哎，大妈，您这是弄完了哈？得嘞，我这签完了，咱们就可以了。来，大妈，你去把那个大妈的那个礼品给拿一下，好吧？来，大妈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个月您的这个养老金就按时给您打到您的账户上。谢谢。而且今天签约，我们有签约大礼包，您看一下。哇，这么多！米面油锅什么都有。是的。不用您自个儿拿，一会儿我给您安排好车，把您送到楼下，我们有人给您提到楼上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以后这些事儿您就甭再操心，以后家里面有任何需要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。好。从此以后，您就和干活没关系了。好的好的。家里边弄个灯泡啊，拧个螺丝啊，跟我们说，第一时间把人派过去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，大妈？好的好的啊，好的，欢迎啊，谢谢啊。以后我去看您去。好的。您要没事路过，随时上楼来，好不好？送一下大妈。啊，好。哎，李老师，你看这是我们的油，这个和面。哎，那拿好了，你有什么事儿以后尽管找我们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我们自己。这就成了。成了。你太厉害了。还行是吧？佩服佩服。你知道这个老太太干嘛的吗？干嘛呢？大学教授。人民路，3房2厅的房子。抵这么多钱。我跟你讲啊，老年人的这个钱啊，它是好骗，但是不好赚。越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这样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吧，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吧？都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吧？有的还把孩子给送出国外了。对。能指上吗？指不上，没人。万一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，隔那么老远怎么办？没错。我们的价值就体现了。啊。嘘寒问暖。没事跑过去陪着老同志遛遛弯儿啊。聊聊天儿。嘴甜点儿，腿脚勤快一点儿，然后我们这些小礼物送上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1个月一定拿下。那不就跟我们卖保健品一个套路吗？你看吧，就是啊，一点就通吧。那这房子也抵押了，每个月能给那么高养老金吗？不会骗人家吧？怎么会出现骗？看这天天这，真金白银。这么高利息付着，公司赚什么呀？咱们赚什么呀？这不活雷锋吗？就不明白这么点事儿呢。我们是不是把房产拿来抵押了？抵押我们是不是得钱？我们拿得来的钱去做投资，投资的收益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金。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公司挣一个手续费，咱们就挣提成了。那要是赔了呢？没有赔，没有赔，到里边那玩意儿，怎么会赔？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面就不能有。真要是有人问，就告诉他，我们背后有非常强大的专业的投资团队。就真要是亏，那是亏公司又不亏个人啊。那公司亏了，我们这上班的喝西北风啊。你说你也是个在大公司待过的人，你怎么在这些问题上就这么拧巴？你如果要是跟老同志说会亏，他们能把房产抵押过来吗？不能啊。所以必须要赚，而且还不能赚特别多。为什么？容易让人不相信啊。他把这个房子给抵了之后，最后是亏是赚，他说了算吗？你甭说亏还是赚，最后那个房子是不是他的，
都两说。这不违法呀，我可别给自己找麻烦呢。120个放心，咱们公司背景多横啊！你知道和这些老人签的那个合同5、6份，抵押合同、借贷合同、委托合同，所有那些合同，公司花了大钱，专业的律师团队做出来。人老同事非常喜欢，觉得咱们很专业。其实绕，把他们绕进咱面前。我告诉你一个特高级的词。法律闭环。这什么公司啊，这么厉害？杨总知道吧？我给你看一下。参与的项目非常多，投资行业、金融行业、2级市场，全部都参与，而且都是深度参与，人脉非常广。你看这外国老头吗？罗伯特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华尔街大鳄，纳斯达克前 CEO， 你看，很好的朋友。哦，领风投资知道吧？这也是咱们杨总哥们儿。马仔，他轮不上他当哥们儿。这太牛了！这在行业里面就是这样的地位。你知道啊，你如果不这么横，你就没有话事权。有了话事权意味着什么呀？搭建规则，是不是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。孙经理，哎，张大爷的合同谈好了，等您来签字了。好，来，有一单，你等我一下，一会儿回来接着说。走。我素材刚刚上传完，你们赶紧组织写稿啊，然后利用咱们这块有的渠道，把这家公司的营业额，还有那个资金走向、股权关系全都查清楚，别有什么遗漏啊，一定要一穿到底。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梦想着永远的火种，1000年前，宋真宗时期的人们梦想着北方太平、衣食无忧。100年前的时候，电话、电影、电灯的出现，让人们终于开始习惯了一个不同的世界。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普及，让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，又迅速地经历了信息革命。你让司机再兜2圈，你千万别让孟教授给看出来啊！你跟司机说一下啊！对，哎，好，一迪。哎，师傅，孟院长还没来吗？他可是今天最重要的权威。放心，师傅啊，我打过电话了，就在路上，肯定能赶到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碰见了刘教授，我和他交流了一下最近的科研成果，我有一些新的思路。那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今天坐在最左边的是国内医疗机构的专家，坐在中间的是科研学者，坐在最右边的是国内医疗设备企业的高管。怎么了，师傅？紧张啊？没事儿。如果我们的新技术得到他们的认可，那对于下轮投放市场有很大帮助的。没问题。这次的研讨会，你可是花心思了，辛苦了。说什么呢，师傅？这不都是我应该的吗？你赶紧进去吧，拿下他们啊！加油啊！喂，莫院长现在到哪儿了？哦，你让师傅尽量拖延时间啊！我现在出来找你啊！好像应该是刚才那个路口。不好意思啊，院长，这块路我不太熟，错过了个路口，前面绕一下很快的。好。迪迪姐，我都有点糊涂了，咱们现在在等什么呀？咱们啊，在等业界大牛。业界大牛？谁呀？宏源投资的肖月。为什么要等他呀？因为我打听过了，最近3个月他都在这儿讲课，我要制造一次他跟莫院长的偶遇。为什么要让他们偶遇啊？你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吗？宏源投资本来是干嘛的？本来投的互联网，现在投医疗了。哦，你是说想让他投资华科远见？啊，你终于明白了。对，投 B 轮。医疗机器人
与人工智能、脑机交互、5G 网络等前沿技术的深入融合，将进一步的提升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互水平，并在数据、物体、环境等有着最精准的感知，实现国产机器人的跨越式发展。工业革命200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，任何忽略革命性技术突破带来的产业变革乃至社会变革的思想，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机，而是生存和发展的资格。所以错过的代价是巨大的。那么小到影响一家企业，中到影响一个行业，大到影响国家和民族。我打听过了啊，肖月最近呢在拓展医疗界的人脉，他约了孟院长好几次都没约到，因为孟院长呢这个人比较低调。但是如果今天他们俩能在这儿遇到了，那就……哦，我明白了。肖月的车，赶紧打电话给司机。好，明白。肖总，哎，肖总，您好。你是？我是玉象投资的投资经理江一迪。之前我们在创坛峰会上见过，您可能忘了。哦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啊，对，那个今天正好华科远见和人心大学在这儿做个研讨会，我过来帮忙。那你忙。啊。一迪姐，孟院长到了。孟院长，哎，孟院长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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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一迪啊，哎，今天可能耽搁了吧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时间刚刚好。啊、辛苦辛苦。啊，肖总，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个是宏源投资的肖总，肖总，这个是仁心医院的孟教授。孟院长，久仰大名，幸会，一直想见你，没机会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孟院长，咱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陪您进去吧。我先过去。啊，您忙。哦，肖总，今天孟院长正好会就手术机器人的临床应用做一个演讲。如果您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，交流一下。走啊！好，我给你带路。人工智能这个即将爆发性发展的领域，面对医疗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的民生领域，我作为一名有理想的企业家，我有信心带领我的华科远见，做成民族品牌的标杆，做成手术机器人这个领域冲在最前沿的中国制造。在很多年之前啊，我确实和这些媒体朋友一样，是一个财经的记者。我追求的呢，当时是一定要我的报道是有温度的。那这个温度，并不是从我张宏达的笔里写出来的，是每一位参与过经济建设、做出过贡献的良心企业家，他们用热情点燃的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带领我的华科远见，用拥抱明天的热情，来拥抱你们，来关注每一个需要借助新科技手段来解决病痛的家庭。华科远见将和你们一起点燃未来。我可是见过很多创始人的演讲，但是他们跟你比起来，逊色了不少。今天来的都是专家学者，论专业技术和学术观，你可都比我强。但是有一点，要论创业激情，你比他们都有感染力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真的。不用感谢我。张总、吴总。哟，老肖啊，你可是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啊！没错过，我都听见了。洪达，3年不见，华科远见再次让我刮目相看。过誉了，过誉了。其实啊，
我对你手中机器人未来的发展啊，还有几个不确定的地方。这个人工智能领域，目前国外还是这都是你安排好的。那咱们国家老板火眼金睛，科技基础。你怎么就盯上宏源投资的交易了呢？他 A 轮的时候不就想投师傅吗？只是被咱们捷足先登了。一直以来呢都是。我知道，他觉得师傅选了我们没选他，肯定心里有点不舒服。但是吧，肖月说到底还是喜欢华科远见的。是。而且他们做转型要做医疗了，华科远见就是他的最优选择。是，没错。是你买个机器人。他可是 B 轮投资人里边最容易争取的对象。帮忙不越权，做得很好。老板教得好。哎，慧姐来了。林慧，刚查明你暗访的这个新闻素材是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，4个多亿呢。不光咱们广市，还涉及全国很多城市。预热稿写了吗？那公众号已经发过了。哦，公众号的运营特别重要。现在呀，信息时代，这样咱们用公众号呢，一边抢时效，一边维护用户；另外一边呢，就搁这个杂志继续维护这精品阅读，这样才能与时俱进。上午白鹿采访主编那事儿没成，社长他采访你不一样的嘛。哎，李社长，立刻到我办公室来。好，马上过来。哎，帮我通知下大家，10分钟之后开会。好，所有人啊。好的。本末倒置。我们是新闻人，新闻在哪儿我在哪儿。我又不是明星，我接受什么采访啊？我只采访别人。这什么态度？这是集团的安排，人家等了你一上午，你好歹你照个面儿。李市长，我在工作。杂志社这么多人，有什么事儿非得你一个人去干啊？你这是个人英雄主义，是逞能，你是想出风头。我如果是想出风头，那才应该接受采访。我是为了本职工作。夏联会啊，你这演讲里边还有。咱们主编为什么跟社长这么不对付？不知道。哎，不懂了吧？咱们社呀，主编社长一直这样，主编重业务，社长重管理，但其实都是为了社里更好的发展。毕竟社长还要考虑广告经营嘛。老徐，你的稿子核实一下，我已经给你圈出来了。好的呀，我再查一下。你难道你不明白吗？这是咱们集团成立30周年统一的宣传活动，是我们目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。你别以为谁都有这种机会被采访，这是集团对你的看重。那既然这样，就麻烦李社长代劳这份看重，我呢就做好我的本职工作，也算给咱们集团30周年献礼了，好不好？失陪了。坐，都坐下吧。你们刚才进行到哪儿了？来，咱们继续。林慧，这是第3季度的财经要闻盘点，我已经校对和改过样了，你看一下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牵涉到一些比较有实力和背景的企业，咱们是回避还是交涉你定吧。这里的数据核对过没有？都核对了，准确无误，就是数据有些敏感。哎，咱们需不需要？不需要。中商浪潮所有刊出的内容，我负直接的责任。不敏感做什么新闻呢？哎，对了，那个无忧咱们怎么处理？现如今恐怕谁都保不了他了。他舅舅是咱们教育局的耿副局长，那跟他工作能力也没有关系啊。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团队费了多大劲，打通了多少关节，才卧底到这个诈骗集团的内部。他可好，因为自己害怕临阵脱逃，差点把整个计划全都给毁了。他这样还当记者啊？
一个这么没责任、没担当的人，你怎么去留他？好吧，那我去跟他说，我现在的孩子跟咱们那会儿真是不可同日而语，没法过高的要求了。你说现在，又得迁就客户，又得迁就市场，难道还要我迁就他这么有背景、没能力的这么一个新人？那谁来迁就读者呀？怎么留住读者呀？吕健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好恶。我刚进中商浪潮那会儿，进来老编辑就跟我说，记住了中商浪潮的宗旨是什么？就是要为每一个投资者的每一分钱做有价值的帮助。你说，财经新闻是什么？财经新闻就是告诉你你的钱怎么赚的，怎么花的，怎么赔的，怎么被人偷的。我们过去搞新闻，那搭条命都是非常可能的。现在呢，也真的不能都怪旅社，咱们那会儿真是竞争对手只有同行，现在倒好，新媒体移动端。只有活下去才能求发展，但关键是方法不对呀。是现在的读者阅读习惯改变了，但是不意味着不需要好的内容啊。好的内容永远都是王道，你否则你靠什么留住读者呢？你现在，你就想着你怎么去搞这些营销，你怎么赚快钱，怎么消耗品牌，你这不让人笑到大牙吗？你一个新闻媒体，你要变成公关公司了。而且中商浪潮是几代人的心血打造的这个品牌啊，他这么搞下去，就很快消耗殆尽了。今天那个来采访的白鹿，你听说了吗？他不就想上位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慧姐，大新闻！怎么了？创刊18年的美之财经宣布停刊。哇！又一个我们熟知的报纸倒下了，美之财经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停刊。报社员工将在集团内部采用全员竞聘的方式，重新确定岗位。你不是在出差吗？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，传统媒体似乎走进了一条。我在单位呀，怎么了？金融投资。你们杂志社什么情况？暗访派你去，那些年轻的记者呢？这次执行任务的是个新人，临阵脱逃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你顶上了。你想过后果吗？万一出事了呢？周航啊，我从做记者的第一天起，目标就是要揭露真相。那我现在坐在主编这个位置上，只能意味着我牺牲更多，责任更大。而且你也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呀。我尊重你的职业追求，但你现在肩负了更多，知道吗？你要为更多的人负责。是，我理解你说的。我以后注意好吗？哎，你是不是今天的飞机回来呀？几点呀？我昨天就回来了。你昨天就回来了？临时出点状况，我直接来公司了。怎么没跟我说呀？一直在开会，刚刚有点空。你看你吧，你还说我，你这一工作起来也是不管不顾的呀。啊，我记得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到妈那儿吃晚饭，我陪你去。哟。你有时间呢？当然有时间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见面说。周总，消息传过来了，顾威费的牌照卡在张处那边，您看谁负责的这个项目啊？当时投的时候，不知道他们没有牌照吗？董事长亲自抓的，听说他和丽能环境的魏总私交很好，所以。那个张处，是不是刘丽文的老部下？是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吧。哎呦呵！哟，中华好女婿，芝姐，姑娘来了。饿了吗？饿了呀，但你不给他俩换换样啊？哎呀，常叔和妈都好我做的这一口，有市场，没办法。哎，那黄瓜洗了吗？给我来一根。啊，谢谢。你们先忙啊。哎，陈建真，
呀，回来就回来呗，还买什么东西啊？还真把自己当客人了。我不吃人家嘴短吗？这我晚上踏踏实都吃2碗。哎，那个，一会儿啊，你常叔有话要跟你说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啊，不管他说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，你不准给我呲牙，听见没有？这是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工作上的事儿。我工作的事儿你们就不要老管了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老掺和干嘛呀？小慧啊，哎，你来一下。来了。去。小慧啊，哎，搭把手啊，程叔，帮我搭把手。哎，你先去吧。啊，行。你不怕添乱呢？丽能环境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你们不是他大股东吗？对啊，我给你个内部消息，你可以深挖。但是今天晚上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心平气和，好好吃饭。不是这要干嘛呀？我刚才一进来，妈也是神神秘秘的跟我说，你们要弹劾我呀。程叔还有2个月就退休了，我知道他现在安排这个安排那个，一方面是为了自己走了之后留一个好的口碑，另一个，他还是为你考虑的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都这么大了，你不要老是给我操这种心，而且我的工作大家不要参与啊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能不能今天晚上顺着点儿？你这样做的话，让妈夹在中间很为难的，懂吗？再说了，程叔这么做，为你好，出发点是好的吧？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吧？啊？你先说那个艺能环境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一直没能拿到顾威费的牌照。哇，马上 IPO 了，这事儿瞒不住呀。当然。你怎么着？有什么计划吗？当然有了，想知道吗？我们算达成协议了。今天晚上好好吃饭。哇塞，这写的太好了，真是有功底。人常叔真是就想听这话。不是，关键我这是发自肺腑的，确实写得好啊。这是最质朴的实话，说得好。那可不是。哎，回头让小王把这幅字装裱一下。周振民不是一直想求我的字吗？之前忙也没时间给他写，现在闲下来了，答应人家的就要做到。原来是在位置上啊，一字难求。现在马上要退了，人家未必这个还惦着。人家周振民是个文化人，喜欢好字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呀，总是把人与人之间简单的关系想得那么功利，我看你这思想有问题啊！对，我有问题，就是庸俗。你跟着稍微轻点，我庸俗在这，对吧？人就是为了字儿，纯冲字儿好，不是为别的。说得好。哟，你看，哎呦，把他给说的，真高兴。你还说人家，你还在这儿又磨墨夫上夫随的，哎呦，我在这好亮啊！我天哪！哎呦喂，我赶紧起来吧。这面太绝了。周航啊，你这口面啊，就像我当年当兵的时候在大西北吃那味道一模一样。现在啊，其他地方可做不出这个味道了。常叔真是爱吃，每吃一次这面，同样的台词来一条。你要喜欢吃的话，以后一个电话，我随时来给您做。好。对啊，那我听说那个美知财经宣布停刊了，我也是今天听说的，很突然。那你呢？你的杂志社呢？受影响了没有？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吧。前2天市里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啊。传统媒体受冲击是全球性的难题了。是。说是向数字化转型，但转型能不能成功，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呀。对，现在这个，反正大家处境都很难。说你们那个集团，这个好像出了点问题是吧？是不是到处在融资呢？你先别聊这个了。你说这堵得慌，那个
好不容易过来，说点好听的，聊点开心的，行不行？小慧啊，如果你真想让我们高兴，就好好考虑一下工作上的事儿。我不是反对你在中商浪潮做，你很优秀，靠本事做到了今天。虽然获了很多奖，但也得罪了很多人。你可知道，树敌太多，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啊。你得罪的那些人，过去呢，可能还多少顾忌我点儿。这从我退了以后，可就不好说了。那您说我这工作不就是这个性质吗？怎么去控制把握？对，常叔说的对，这件事儿啊，我跟小何回去一定好好商量商量，放心吧。对吧？对，赶紧吃吧啊！我觉得你最近为什么那么瘦啊？我来你这儿少呗。啊，对了，这回我在北京出差的时候，碰见了以前的组织部长刘立文了，他托我给您带个好。刘立文啊，好多年没见了。哎，他还那么胖啊？这脂肪肝到底降了没有？看他那个体型，脂肪肝应该没消。刘立文啊，当年可逗了。他听说我游过长江，好说歹说，非要跟我比水性。哇，您游过长江啊？对呀，太牛了！我们俩啊，一口气在市委体育馆游了2000米，40个来回。哇，谁赢了？当然是我赢了。不过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。立文部长说那天他状态不佳，但是您兴致颇高啊，非得要比，碍不过您的面子，所以呢，就勉强的参加了比赛。结果就输了。那这是真相吗？是真相吗？他是这么说的啊。这个人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他怎么能这么说？那可不，找他去。把他电话给我找找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好好说。还真找人家。常叔，这厉文部长升迁到北京已经很多年了。谈起这件事儿，回想年轻气盛的时候，难免要强，谁也不服谁。那不行。这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他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记着，我游完以后是41分20秒，他慢多了。你一会儿开车慢点啊！不是我开，周航开。周航开车你还不放心吗？那我叫一个稳。我开车放心吗，妈？你跟我说的这件事儿啊，回头我给刘立文打个电话，不过一定要合法合规，必须符合政策。我明白，谢谢常叔。拜拜，常叔，你也别送了。我知道，我不送。走了，朱姐啊，拜拜啊。路上慢点。辛苦啊，朱姐。走了，常叔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没怎么，是不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提起厉文部长啊？你都知道我不喜欢利用这种关系。哼，我就知道你自尊心太强了。小慧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有的时候不要搞得那么复杂。该争取的时候要争取，不争取，好了，我不说了。还不太晚，找个地方喝2杯怎么样？啊？嘿，一般干完坏事之后都这样，想找点别的弥补一下。可以吗？给个机会。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，我希望你以后能记住。好，记住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别不高兴了啊！常叔也是为你好嘛。哎呀，不是因为这个呀，哪有那么小心眼？那是为了什么？你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集团要把我换了。什么理由？理由？说要集团年轻化，这不都表面的吗？谁不知道背后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就翻来覆去那些话？这有人说我老古板，有人说我太执拗，就那点没味儿的事儿。
我这之前还给人家报道呢，说这到了一定年纪让公司给裁员了。我这可好，报道来报道去，报道到自己头上了，你说讽刺吗？好了好了，其实我觉得倒未必是一件坏事。你在中商浪潮有10多年了吧？15年了。对呀，肯定有感情了。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内待久了，会对外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只是他自己并不自知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纸媒的衰落是行业性的，你坚守下去，只能一起被淘汰。小辉，即便你不想去常叔推荐你竞聘的单位，以你现在在业内的人脉、地位，你选择的余地很大，去哪儿不能啊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些年你太忙了，咱们俩聚少离多，刚好趁着这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，好好考虑考虑，以后再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特像妈，我掺酒，我特别难受。这说明你掺的少了，你多掺几回不就好了吗？怎么了？哎，那不是5月底吗？